港股你跌夠未啊？雖然港股啦喺5至到6月份都有一段唔錯嘅升勢啊，不過一連串嘅負面消息又令港股啦係打回原形嘅。而恒生指數啦就距離今年3月中嘅低位啦就只有大約1500至到2000點左右嘅啫。咁究竟發生咗咩事呢？恒生指數會唔會再一次破之前嘅低位呢？咁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去分析港股近期嘅表現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咁要解釋港股過去呢2個月嘅頹勢當中啦，主要有3個重大嘅負面因素，大家要留意嘅。第一個負面消息係內地爛尾樓嘅停貸風波。內房嘅債務危機已經係醖釀咗超過1年㗎啦，不過到依刻為止，一直啦都冇解決方案，而且啦係有惡化嘅跡象。根據統計顯示，目前啦最少係有20% 嘅內房啦已經係資不抵債嘅。咁雖然有部分內房啦都成功將債務展期啊，咁名義上啦係避過正式違約嘅。不過，假如房地產嘅銷售係冇任何起色嘅話咧，咁呢一啲內房啦，最終啦都會係面臨破產嘅。而因為內房企業啦已經係非常之缺錢啊，咁係冇資金繼續起佢哋嘅新樓盤，亦導致全國有好多零星嘅爛尾樓啊。而最近呢一啲爛尾樓嘅業主啦，終於係忍唔住啊，決定啦係集體停工停貸嘅。咁雖然早前政府都一直出招嘗試舒緩爛尾樓嘅情況，例如啦係強調執行保交樓嘅承諾，亦要求銀行向房地產借貸俾佢哋完成爛尾樓嘅工程啊。亦都有報道指國務院啦係全會實施3000億嘅房地產基金計劃。不過都見到市場嘅呢一啲利好嘅消息啦，已經係冇乜反應，咁反映住政策實際嘅成效係唔大嘅。而且咧係唔足以改變依家內房嘅處境啊！而除咗內房行業，依家內銀嘅板塊啦，亦受波及㗎。咁隨住越來越多業主啦係停止房貸嘅供款，銀行啦嘅不良貸款額啦就會增加。咁對房貸業務比較重佔比嘅銀行，會係有最大嘅衝擊嘅。咁我喺上2個星期啦，其實都有分析爛尾樓對內銀股嘅影響啊。咁有興趣嘅話啦，都可以撳翻右上角嘅感嘆號喺度收睇翻嘅。咁接住內房爛尾樓嘅情況，就係阿里巴巴喺美國退市嘅消息。喺上2星期，阿里巴巴啦就宣布申請香港為主要上市嘅地區。目前中美雙方對中概股審計嘅問題啦，未達成共識啊。而隨住雙方嘅關係變得越嚟越惡劣，咁大家都可以預計，最終所有嘅中概股啦都會係列入退市嘅名單嘅。而因為最近阿里巴巴亦被列入呢個退市嘅名單啦，咁呢一單消息咧都令到阿里巴巴嘅股價喺當日啦係曾經跌咗超過10%。好，咁最後第3個負面消息啦，咁就係台海戰爭嘅危機。隨住佩洛西訪台，中美雙方嘅政局緊張程度咧係大幅升溫。咁內地官方對於佩洛西訪台嘅事件表示啦係強烈不滿嘅，咁啊嚴厲譴責美方呢一次嘅行為。中國亦隨即安排解放軍以包圍台灣嘅模式進行軍事行動嘅演習。而呢一啲政治同埋軍事嘅行動啦，都令到港股啦喺呢段期間係大幅波動啊。咁你會問，面對住咁多負面嘅消息，我又點樣睇嚟緊恒指嘅走勢呢？會唔會有機會跌破3月中大約18500點嘅低位呢？咁講到大市嘅走勢啦，坦白講真係唔易預測嘅，咁我絕對可能會錯㗎，因為始終目前嘅大市都好受近期嘅消息主導，咁後續啦要再睇頭先嘅負面事件係點樣發展落去。不過以我個人嚟講啦，要跌破3月中嘅低位啦，會係比較難先會發生，因為當時3月份下跌嘅原因啦，都係比起依家嘅情況係更加危險。咁當時最大嘅危機啦，係源自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嘅制裁行動嘅。普遍大型國家，包括係歐盟各國、加拿大同埋美國，都一致發表聯合嘅聲明，將部分俄羅斯銀行啦係剔除 SWIFT 環球嘅支付系統啊。
因為當俄羅斯被逐出 SWIFT 之後咧，假如當地人係要將錢轉帳去海外嘅戶口，就會係受到限制嘅。所以呢一個制裁行動啦，可以話係徹底將俄羅斯係排除喺全球金融體系之外嘅。仲不特止啊，有唔少國家，例如係美國同埋瑞士咧，都已經係凍結同埋封鎖俄羅斯銀行喺當地嘅資產嘅。都可以見到啦，種種俄羅斯嘅金融制裁，當時都令唔少投資者擔心，就係話中國會唔會係面臨緊相同嘅局面？因為始終中國當時都有向俄羅斯去到提供金融相關嘅協助。不過市場都好快確定到內地並唔會因為咁係受到西方國家制裁。所以當呢一個憂慮係淡化咗之後，都令中港股市有個幾明顯嘅反彈。咁你又會問啦，咁呢一次台海嘅局勢會唔會再次引發中國被金融制裁嘅憂慮呢？咁我個人認為投資者就唔需要喺呢方面太過擔心嘅。咁因為呢一次都見到中國都唔敢輕舉妄動，只係喺台灣周邊係進行軍事嘅訓練。所以除非內地軍事嘅行動再升級，真係要進軍台灣嘅話咧，否則我相信台海嘅局勢最壞嘅情況已經係過咗㗎啦。至於我反而更加擔心嘅地方係內地自己嘅經濟狀況，特別係內房嘅債務危機，可能比起想象中更加嚴重。其中我最擔心嘅咧就係內銀係有爆煲嘅風險。雖然內銀都已經發表聲明，就係話爛尾樓停貸嘅風波對佢哋嘅影響係有限嘅。不過當內房嘅銷售繼續係咁差落去嘅話，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購房者亦都會選擇一齊係停止呢個房貸嘅供款，都會令到內銀嘅壞帳比率係不斷增加。而最差嘅情況甚至係會引發一場金融嘅海嘯。當然，我希望內地政府會係正視問題，再出更加多政策去到維穩內房嘅市場嘅。不過以目前嘅情況嚟講的確係唔樂觀嘅。總括嚟講，內地依家係處於內憂外患嘅局面，經濟想好都幾難嘅。雖然係咁，就因為恒指已經係喺歷史以嚟接近最低嘅估值，依家只有大約8倍嘅 PE。再加上我會覺得好多負面嘅因素其實已經係反映咗喺股價身上。所以除非有更加轟動嘅負面消息咁我相信要跌穿3月嘅低位都有一定嘅難度嘅。不過始終頭先提及嘅負面消息，例如係內房嘅債務危機同埋地緣政治嘅因素都唔係短期內可以解決嘅問題。所以預計未來呢年，我相信恒生指數都只會係窄幅區間上落嘅啫。根據恒生指數最近嘅表現，都可以大約預期指數會繼續大約喺19300至到22500嘅位置係徘徊啊。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咁最後，如果大家係有興趣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嗰條片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